最近有网友发来噩耗，一名幼小的龙卷风正在公路上玩土，竟被过路的油罐车给撞死了。人们在感叹小龙卷风命运多舛时，也发出疑问：这股好端端的空气涡流怎么就能死在油罐车的轮下呢？所以本期我们就来研究涡流是如何诞生及消亡的。最近天气越来越热，又到了龙卷风的多发季节。当地面的热空气快速上升时，起初会基本保持无旋的垂直上行，但到达对流层中部后，热气流的速度和方向都会显著受到切变风的影响，开始螺旋上升，变成了强度逐渐增大、面积不断缩小的中尺度气旋，最后内部出现了面积更小的增强复合，叫做龙卷核心。由于它的能量更加集中，会诱导上下两侧更远距离的空气运动，使下侧触及地面，导致地表气压急降而风速骤增，于是龙卷核心就变成了龙卷风。可见要形成龙卷风，热气流除了向上运动，还要有旋转动作，因此龙卷风里的空气微团是在螺旋前进。同理，要制造任何空气或水里的涡流，都必须让质点在旋转中前进，否则涡流就无法维持。于是有人专门研制了一种定距变速式空气涡流发生装置，其叶片在转动中不仅推动空气远离，还会带动气流同向旋转，使空气微团做螺旋前进，从而产生了为某种生物散热的空气涡流。也有人利用热空气上升的原理，让火焰周围的进气流形成对流，旋转起来，同时又受热上升，同样可让气团螺旋上行，产生热气涡流。根据这一原理，只要不停搅动水面，让水旋转起来，就可在搅动范围制造低压区，将周围的水吸向搅动区域，并由于惯性掉头逆压下行，形成了垂直的环流，这样水面的质点就会随搅动旋转，同时逆压下沉，以螺旋下行来制造水中的自由涡流。而涡管里质点的旋转半径，则是内外侧压差所产生的向心力决定的。因此，只要让涡流出现在垂直方向，就可利用水压或气压的垂直梯度来强制改变涡管半径，使涡流呈现漏斗状。这样看来，我们已经找到了让涡流诞生的方法。但是生下一个小涡流又该怎么养活呢？正好一名爱涡人士闷在水下搅动，孕育出了一个涡流幼崽。随后他停止搅动，开始不断把水推开来制造低压区，通过减小垂直方向的水压梯度来减弱涡流下行的阻力，让幼小的涡流只靠自身动能就可长时间维持。原因是涡流旋转的阻尼很小，失去外力也能长时间保持转动动能，而前进的阻尼较大，必须靠外力帮助减阻，才能减慢前进动能的消耗速度，以延长涡流寿命。根据这个涡流饲养秘诀，有人想到，如果人工增大涡流的前进阻力又会怎样呢？于是我们在涡流的任意一处横截面上插入平板，使螺旋上升的涡流撞上去变成湍流，也就是引发了漩涡崩溃。随着湍流尺寸扩大，又让两侧涡流的动能急剧衰减，将漩涡崩溃向两侧传导。如果涡流的动能不能抵抗湍流的阻尼，就会很快灰飞烟灭。所以要杀死一个涡流的简便方法，就是通过阻挡其前进来引发大范围漩涡崩溃。而油罐车老司机对这一原理自然是了如指掌。当公路上有龙卷风时，老司机会首先目测地面上行气流对底盘的推力，如判断顶部起油罐车，就会直接穿过龙卷风，让涡流撞击底盘和车身，引发漩涡崩溃并顺流传导，导致动能弱小的龙卷风无力对抗湍流，只能不幸夭折。但如果是又轻又小的家用汽车，正巧遇上身强力壮的龙卷风，那么到底是谁崩溃就不好说了。